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日前接连发推谈中美关系，一个唱白脸，称要与盟友一起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竞争；一个则唱红脸，表示要继续与中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美方近来还多次发表言论，要求恢复中美军方对话机制，但背地里却小动作不断。据统计，2022年1月至11月，美国共派出589架次大型军机在南海搞抵近侦察。美方如果真想与中方开展积极的、建设性的对话交流，就必须拿出诚意和行动，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积极为两军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营造氛围。上月29号，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校在回应美方关于恢复两军对话机制的言论时表示，中方重视发展中美两军关系，两军工作层面沟通也未中断，但美方不能既寻求与中方全面恢复对话交流，同时又不断损害中方利益，更不能颠倒原委，将取消两军部分交流的责任甩给中方，天下没有这个道理。去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中方宣布8项反制措施，其中就包括取消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和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等。此后，美方多次提出希望恢复对话，但中方持保留态度。据悉，目前中美仍保留防长、参谋长级别的沟通渠道。11月，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国委员兼防长魏凤和与美国防长奥斯汀进行了一次会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日前接连在社交媒体发文谈中美关系。布林肯表示，为了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挑战，自己为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战略，包括投资美国的基础实力、和盟友一起同中国竞争等。而相比之下，舍曼的措辞较为温和。他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中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他强调，2023年，美方将在两国元首在巴厘岛富有成效的对话的基础上工作。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中美必须共同努力。美方的回复其实依然是老调重弹。到现在来看呢，它依然没有改变这个套路就是一个政治上的操弄、舆论上的操弄，这一整套的话术它的这个缺乏诚意的一整套的这种阴谋性的这种行动依然没有改变。那么现在呢，美国一再是要强调把西方呢凝聚在一起都拉到他的身边然后呢与中国进行切割在软的、硬的几个方面呢，他一直都是在这么干的。根据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今年初访华。去年12月，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河北廊坊同来访的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举行会谈。观察指出，这是中美在为布林肯访华做准备。虽然中美双方多个团队落实元首会晤共识取得不少进展，外界也认为中美关系增加接触有利两国。但另一方面，美方背地里小动作不断。美军印太总部近日发声明称，2022年12月21号，中国海军歼11战斗机对美空军 RC-135型机做出不安全飞行动作，还公布了一段视频。中方随后也公布视频证据，清晰证明做出不安全飞行动作的实际上是美军侦察机。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还澄清，12月21号，美方一架 RC-135型机在中国华南沿海海南西沙群岛当面蓄意抵击侦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空中力量对其全程跟踪监视，美机不顾中方多次警告，突然改变飞行姿态，对中方跟监飞机向左挤压，做出危险接近动作，严重影响中方军机飞行安全，严重违背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严重违反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1月至11月，美军共派出589架次大型军机在南海上空进行近距离情报收集。中方多次敦促美方停止此类危险的挑衅行动，指出美方的挑衅性危险行动是引发海上安全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们看到，针对美国奥斯汀发出的希望中美两军重启一系列对话机制的呼吁，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提出了重启对话的5个条件，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副国务卿舍曼也立即进行了回应。那对此您又作何解读呢？我认为，从中美双方的这几个回合的过招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美国防长奥斯汀发出的希望中美两军
重启一系列对话机制的呼吁，中方没有答应，而是向美方开出了重启对话的5大条件。而对于中国国防部开出的5大条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副国务卿舍曼也没有答应，而是玩起了外交辞令。那么这背后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虽然中美两军一系列对话机制的中断是由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反对，一意孤行登岛而导致的，但实事求是来讲，这一页毕竟是已经翻过去了。中方不肯重启中美两军的系列对话机制，根源还不是在于过去，而是在于未来，也就是在接下来中美两国关系，尤其是台海局势中，还存在着一颗不定时炸弹，那就是在本月有望接任佩洛西出任众议院议长的共和党籍的麦卡锡，未来也有可能会登岛。假如这件事情最终成真，那就不仅仅是中美两军对话机制能否重启的问题，而是中美两军关系有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国防部新发言人谭克辉向美国提出的5点要求中的第4点，也就是美方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和行动，指的就是这件事情。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副国务卿舍曼面对中方开出的5个条件，之所以会打哈哈玩弄外交辞令，根源也是在这一点上面。因为既然连本党籍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都约束不了，那就更加约束不了即将上任的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